命格不够。吴飞燕听到这4个字，眉头一皱，脱口问道：师尊，何为命格不够？孟长生淡然道：而入道时间太短，诸多修道之人需触类旁通的东西，而尚且不懂，将来若尔参透了易经八卦，而就会知道人有诸多命格，命格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吴飞燕惊讶追问师尊，何为命格？孟长生道：命格乃人之本也，具体的命格或为天干地支，或为飞禽走兽，凡人的命格皆为天干地支，纵使是当朝的满清皇帝，至多也就是个吉祥黎明格，而想逆天而行，至少也要是虎格、蟒格，再向上还有龟格、凤格、麒麟格与龙格，甚至还有更高的升龙格。命格越高，修道之途就更顺畅，逆天改命的机会也就越大。说到这里，孟长生感叹：我的命格是麒麟格，麒麟虽强，但真要想逆天改命，还远远不够。吴飞燕下意识地问道：那什么命格才够？孟长生唏嘘道：想逆天改命，龙格不过只是入门，但就算是龙格，也只是有逆天改命的资格，可真正能逆天改命者，在龙格里也是百里挑一。说到这里，孟长生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若是生龙命格，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。吴飞燕忙问师尊：那我与师兄是什么命格？孟长生淡然道：尔与主鲁皆为虎格，乃是修道之人中最低的命格。尔等2人入道虽不算难，但若想要走得很远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，为师与尔等师徒一场。这颗丹药便是我给尔等的机缘。吴飞燕表情颓然地问道：师尊，难道我与师兄命格不够，您就不愿多给我们一些帮助吗？外面青狗已经几乎统一中原，我与师兄本就势单力薄，若是再没有更强的功法与法器，只怕很难完成抗清大业。孟长生笑了笑，开口道：飞燕，为师的毕生所学与法器珍宝早已经安顿妥当，将来唯有命格高于我的有缘人方可有机会打开，谁能得到它，谁就是我的传承者。吴飞燕表情不禁闪过几分阴霾，他没想到师尊眼看即将大限将至，却对自己说出如此残酷的一番话来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自己根本不够资格继承他的功法与法宝，这一颗丹药已经是很给自己面子了。吴飞燕心里登时郁闷至极，在这一刻，他对孟长生的感激瞬间化为乌有，剩下的只有强烈的不甘与仇恨。只是他不敢当着孟长生的面表露出来，只能将这份仇恨埋在心底。这时，孟长生掏出一枚戒指，递给林主鲁，嘱咐道：主鲁，而秉性正直，又深明大义，只是骨子里还是太善了一些，将来难免吃亏。这枚戒指乃为师心头之好，只是现在为师已经不需要了，所以为师将它送给尔。若你大限将至前能参透其中奥秘，便可像为师这样再活500年。为师希望尔能重新为汉人夺回江山社稷，像当年大司马大将军与骠骑将军那样，逐匈奴于漠北，印马瀚海，封狼居胥。一旁的吴飞燕听到这里，心中更是吃味。他知道师尊说这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自己秉性不够正直，与师兄比还有很大差距，这便让他心中更是不悦。林主鲁此时却没想收下那枚戒指，连忙拒绝道：师尊，您已经帮了徒儿太多，这枚戒指徒儿不能收。孟长生淡然一笑，将戒指丢向林主鲁，那戒指凌空中忽然消失不见，下一秒便已经戴在了林主鲁的手指上。林主鲁还没想明白其中缘由，孟长生便开口道：主鲁，戒指已经认尔为主，尔便好好收着吧，将来尔若真遭遇不测，这枚戒指或许还能救尔一命。说罢，孟长生养的2只仙鹤忽然走了进来，2只仙鹤分别站在孟长生两侧，用脖子不停地在他身上蹭来蹭去，不断发出呜咽的啼叫声。孟长生伸出双手抚摸着这2只仙鹤，随后站起身来，开口道：为师的大限到了，等走吧，离开这里，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林主鲁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师尊，徒儿想送您最后一程。
孟长生摆摆手，为师在这里修炼数百年，这里不仅是为师的洞府，也是为师作画的坟墓。说罢，他看着2只仙鹤，淡淡道：有他们陪我便足够了。言罢，孟长生忽然伸出右手，拂袖一挥，林竹鲁与吴飞燕瞬时间眼前一黑，紧接着2人便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瞬间回到了之前打坐修炼的洞府之中。林竹鲁大喊一声师尊，说罢连忙跑出洞府，可原本师尊修炼与居住的洞府却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那硕大的洞府已经完全消失不见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。林竹鲁一脸骇然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这时候，山谷之中忽然回荡着几声凄厉的鹤鸣，紧接着那鹤鸣声一路向西传去，感觉愈来愈远。林竹鲁知道师尊已经原地作画，驾鹤西去，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：师尊，竹鲁拜谢您的传道之恩。说罢，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。这时，吴飞燕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师兄，你干嘛要拜那个老混蛋？林竹鲁登时转过头来，目眦欲裂地吼道：飞燕，你在乱说什么？还不快快掌嘴！掌嘴！吴飞燕颇为不屑地说道：那老混蛋修行1000年，手中功法、丹药与法器一定不计其数，临死前却只给了你我1人1颗丹药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林竹鲁怒斥道：一派胡言！师尊救了我们，带我们入道，助我们抗清，此番恩情如再造父母，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？我说错了吗？吴飞燕怒气冲冲地吼道：他都要死了，还对你我2人如此吝啬，留着那些功法珍宝做什么？难道真要藏在什么地方等什么劳什子有缘人吗？要说有缘，难道你我与他还不够有缘吗？林竹鲁咬牙道：飞燕，你今日之言论令我瞠目结舌，我真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大逆不道的混账。吴飞燕也一肚子气，于是便冷声道：师兄，你也不用向着那个老东西，如今他既然已经死了，那你我2人就应该将这万古长青丹服下，再抓紧时间提升修为，早日将这老东西葬的好东西找到。林竹鲁失望至极：飞燕，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你师兄，你也不再是我师妹，从今日起，你无家人，我只认飞扬一人，其他人与我再无半点干系。吴飞燕顿时急了，脱口道：师兄，你怎么就这么愚钝呢？那老东西自己都活了1000年，为什么只给我们活到500年的丹药？摆明就是对你我有所保留，并且是极大保留。林竹鲁摆摆手，罢了飞燕，我与你哥兄弟一场，你我好聚好散，我留在这里为师尊守孝3年，你自行离开吧。吴飞燕气得直跺脚，脱口道：师兄，你怎能这时候让我一个人走？这些年我对你的情谊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你既然嫌我埋怨师尊丑，那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既然师尊给了我们2颗能活500年的丹药，那我们何不一同将丹药吃下，自此结为夫妻，好好活完这500年。林竹鲁面色寒冷地说道：飞燕，自从婉儿她娘去世之后，我便发誓此生不再续弦，这辈子除了反清复明之外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便是照顾好婉儿。这丹药虽然能活500年，但我不会吃，我不能活着看婉儿变老死去。你若有心活过这500年，便自己好好去活吧。吴飞燕咬紧牙关，质问道：师兄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依旧不愿与我结为夫妻？林竹鲁点点头，我说了，这辈子不再续弦。吴飞燕质问他：那你那颗丹药呢？难道你真不打算吃了？林竹鲁再次点头，彼之蜜糖，无之砒霜。这万古长青丹会让一个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逐渐老去，看着女儿的女儿逐渐老去，这种丹药对我来说与砒霜没什么两样，我自然不会吃。丑！吴飞燕冷声道：既然师兄瞧不上这丹药，不让将它送给我，我若是能寻到一个如意郎君，便可与他一同活到500岁，享尽这世间荣华。说着，吴飞燕又道：对了，还有师尊给你的那枚戒指，你既然如此没有斗志，这戒指你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不如都留给我，
只要你将这2样东西给我，我立刻离开10万大山。从今日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辈子我不再来烦你。”林竹鲁摇了摇头，看着远方，喃喃道：“万古长青丹对我而言之所以是砒霜，全是因为我还有婉儿这个女儿。可婉儿才17岁，她还尚未婚配。待我为师尊守孝3年之后，我要将这丹药给她，让她好好活完这500年。”吴飞燕站在林竹鲁的身后，青筋暴起，她单手悄悄握在腰际，冷声道：“师兄，你真是伤透了我的心。我吴飞燕活这么大，无数青年才俊想要娶我过门，唯独你至始至终不将我放在眼中。今日你又如此毁我道心，让我如何能好好活完这剩下的400多年？”说罢，他不待林竹鲁反应，立刻从腰际抽出一柄软剑，手腕一抖，那软剑便登时变得坚硬无比。旋即，他以极快的速度将那软剑刺入林竹鲁的后心。林竹鲁做梦也想不到，当年那个跟在吴飞扬身边，又整日围着自己转，被自己当成妹妹看待的吴飞燕，会在身后对自己痛下杀手。他只觉得心头一阵剧痛，脑海中不禁想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儿。紧接着，他眼前一黑，人便瞬间从10万大山，从吴飞燕的剑前消失。当吴飞燕以为林竹鲁遭自己全力一击必死无疑的时候，林竹鲁竟在他的面前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剩下的只有一柄悬着的剑，以及剑身上那不断滴下的鲜血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